哥，我不敢。你不敢我敢，把耗子药喂给他，到时候他死了，我们才有好日子过。打死你！嘿，小兔崽子，你敢打我！我们不光要打你，还要杀了你！好家伙，无法无天了！都给我过来！坏女人，我不要！哥哥，我们不要过去！妹妹，他烧了水，打死你！肯定是要把我们煮了吃呀！哥哥，别怕，妹妹，哥哥会保护你的。顶着鸡窝头，还挺着7、8个月大肚子的傅青，那是无语了。可谁让他穿越了呢？这天杀的，人家穿越那是做皇后，怎么他穿越就做后娘了？还是个恶毒的。只见眼前这2个恨不得吃了自己的小朋友，一个面黄肌瘦，唇角干裂，6、7岁的年纪，却比同龄人矮了1头；另一个3、4岁，却轻的好像只剩下一把骨头。哎呀，也难怪这2个孩子想要弄死他，换做别人，怕是都忍不了这么久。都给我进屋来！乖乖跟他进了屋，小脸满是惊恐。娘，我们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娘，我们不敢了。傅青一愣，更觉心酸。娘在给哥哥洗澡。周少宇双手护着小兄弟，一张脸羞得通红，每次想要开口，都被傅青一句“我是你娘”给骂了回去。费了一番功夫，傅青才把2个孩子收拾干净，这才扶着酸疼的腰回屋躺着。哎呀，天杀的男人，留2个半大不小的孩子给一个快临盆的女人带，无痛当爹还真是不分时代。屋里，傅青饿的是前胸贴后背，眼前一阵阵发晕，肚子里的小家伙突然动了一下。这就是胎动？她一个没正经谈过恋爱的姑娘，哪里能激起母性力量？只觉得这还未露面的男人就应该天打五雷轰。让2孩子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，还让自己一个孕妇饿肚子。生不起，为什么还要生啊？苍天啊，大地啊，能不能给穿越者一个金手指啊？好饿呀！倏然一道白光刺得傅青睁不开眼，等缓过来时，铺子，这是空间，果然天不绝人路。饿极的傅青跑上前，这东西还有复数的。突然外头一阵吵闹，傅青这才惊醒过来，定眼一看，自己呢已经回到了那间家徒四壁的房子里了。此时院子里闹起来，小畜生还学会偷东西了，上回偷了我的鸡蛋，今天还想偷我的瓜。傅青呢？又都哪儿去了？你家男人不行了，难道你就不当家了？这俩小畜生你管不管？不管我可就打死了。果然下一刻就听见棍子打在身上的动静。我让你们偷，有娘生没娘养的小畜生，活该你爹成了摊子，我打死你们2个小王八蛋，小畜生。傅青瞬间捕捉到了关键信息，我男人是个摊子摊子就摊子，男人靠得住，母猪也能上树，姐们要战斗。傅青挺着个大肚子冲了出去，抢了那女人手里的棍子，一把甩到了大门外。没完了是不是啊？张口闭口的畜生，你骂谁啊？来的是村里头的王氏，往日里那是尖酸刻薄，那张嘴碎的是不得了。骂什么骂呀？就你长了一张嘴啊！就你长了一张嘴啊！你就是欺负这俩孩子没爹是不是？
你就是欺负我们家没有人是不是？偷你个瓜怎么了？又没偷你家人。什么叫有娘生没娘养？我就是他们的娘，你要拿我怎么样？哎，你能耐，你打这个来，你打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？哼，坏事是以前那个婆娘干的，可你骂的可是现在的我和我娃。就算被骂无理取闹，可谁让女主角换人了呢？无论是王氏还是听众，骂了以前的父亲，就不能骂现在的父亲了哟。王氏被气得不轻，竖起那一双三角眼。这俩小畜生偷我瓜是事实吧？拿到镇上卖，我还能卖1文钱呢。上次还偷了我2个鸡蛋，说是要给你补身子，这也得6文银子，你可得赔我。啥？给他补身子？脑袋里细碎的回忆瞬间涌了上来。原身贪嘴，竟然教唆2个孩子去王氏家里偷鸡蛋。哎呀，这到底是长在红旗下，生在春风里？父亲开口问了一句：多少文来着？我赔你。王氏像是听了个天大的笑话。你赔？你还真以为自己赔得出来？你拿什么赔？你男人贪了以后，你连饭都吃不起，半点粮食都没有，你拿什么赔？王氏嗓门大不说，光是唾沫星子那就能把人淹死。大概是看着父亲今天好说话，他还蹬鼻子上脸了。多少？10文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那就是不还了。王氏撸了胳膊上来，眼看就要打人了。哎呦！父亲脸色一变，抱着肚子就哼哼起来。又开始装上了，这里又没男人，你装给谁看呢？肚子疼就不用还钱了是吗？老娘生了3个也没你这么矫情的。今天你不给我还钱，我就拆了你房子。还钱，你还不还？骂还不算，王氏还想动手，没想到他还没碰到，父亲就自己咚的一下躺在了地上，不动了。你要死了！周佳玉哭起来了，王氏一张脸都吓白了，慌忙朝着门口跑。我没动手啊，是他自己倒的，跟我可没关系啊。父亲这才从地上起来，2个孩子你瞪着我，我瞪着你，瞠目结舌，可又不敢说什么。我就是你娘，以后再敢有人说那些话，你就回来告诉我，我撕烂他嘴。周佳玉狠狠愣住，之后又点了点头，偷看了他好几眼。周少宇站在不远处默默看着他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肚子又是咕噜2声，这回不是父亲，而是小丫头。父亲站起来，又去厨房里找了一圈，实在没找到，回屋里闭着眼想着功德铺子，进去一看，我去，负20啊！父亲2眼一黑，差点就死过去了。忘了，逞口舌之争可是要掉功德的。突然他想起周家还有一块地呢，叮嘱2个孩子在家锁好门之后，父亲自己去了地里。当站在自家地里，看着到小腿这么高的杂草，父亲的心态再次崩了。原身不仅恶毒，更是懒惰。这周家明明有块好田，他偏让他荒废了。可来都来了，这总不能空手回去吧？他不吃，2个孩子得吃啊。皱了下眉，他抚了抚自己的肚子。啊，对了，这还有一个呢。他仔细找啊找，果然看见了几颗野菜。匆匆赶回家后，正好看见兄妹2人在厨房里煮熟米粥喝。他一愣，你们哪来的熟米？陈奶奶给的。
村中的陈婆婆时常会给孩子们些吃的，不过之前都是进了恶毒后娘的肚里，谁能想到这个懒女人这么快就回来了。周少宇懊悔自己刚才没藏起来一些。父亲把他们撵出厨房，自己洗了野菜，切碎之后放进了粥里。片刻，一锅热腾腾的粥已经做好了。这兄妹二人互相看看，谁都没敢说话。愣着干什么？吃饭啊！他语气如常，听不出喜怒。周少宇小心地看他一眼，突然端着碗哒哒哒跑出去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小心摔了！啊，是了，那间屋子里躺着原身瘫了的丈夫，2个孩子的爹。父亲才跟进屋里，顿时被难闻的味道熏的是睁不开眼睛。原身的记忆这才姗姗来迟。原来这男人周应怀是个猎户，1年前从山头上滚下来，从此就变成了瘫子。刚开始呢，原身还会在跟前伺候，甚至肚子也是那时候霸王硬上弓给怀上的。可发现怀了身孕后，原身就再也没管过他的死活，一直都是2个孩子在照顾着周应怀。原来是我先入为主了，感情孩子也没管，男人还是被原主强上的。吃不完不准出来。他好像变好了。他都烂到根了，再变也不会好。快吃，吃饱了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准没安好心。应怀所在的这间房窄小潮湿，而父亲的屋子虽然除了一张床外再没有其他家具，但好歹那也是宽敞明亮，能照到阳光的。原身记忆里，周应怀生得很好看，否则人家都瘫床上了，这原主还得霸占他的身体啊。父亲根本看不清周应怀那张脸，瘦的皮包骨，活脱脱像个叫花子，只有那双眼睛黑不见底，深沉的可怕。你还能走吗？我扶着你，你能走2步吗？就从这里挪去旁边那屋。周应怀没说话，只是把脸偏到了一边。一会儿你帮我搀着他，把他送到我那屋。爹！周应怀身上只有一把骨头了，倒是不用费多少力气。等等，可找了一圈也不见关于男人的任何一件衣服。原来原身早把周应怀的衣服卖出去，这原身真是该死。不穿。男人终于开口了，声音低哑，但并不难听。你这身脏了，不穿也得穿。你敢！周应怀死死地拽着裤子，父亲不惯他，一巴掌啪拍在他的手背上。坏女人，坏女人不仅打我爹，还强迫我爹穿。将已经瘫在床上将近1年的周应怀拖到了隔壁房中。看了眼躺在床上视死如归的男人，父亲脑子一抽，脱口而出道：别多想，我现在对你的身体不感兴趣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现在用的是把你硬上弓了的身子。父亲回到隔壁小屋，周应怀一天到晚也吃不上几口饭，还好有少宇时时照顾着，所以东西虽脏，但并没有什么污秽之物。如果功德够了，他愿意把这2块红薯留给孩子。刚起了这个念头，父亲又身处在了空间内，只见牌匾下的功德计数10点功德。父亲是欢天喜地，果然啊，这行好事就能攒功德，有功德就能吃饱饭。他毫不犹豫换下了那2块红薯，刚回来就听见院中传来了打杂叫骂的声音，
接着便是2个孩子的哭喊。父亲跑出去，只见院中站着好几个人，为首的张婆子发了疯似的把院子里那些柴火往外拉，吓得玉丫头直哭着往后头躲。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见他出来，张婆子指着他就开骂道：好你个父亲啊，我家就是去走了2天亲戚，你竟敢让他们2个来偷我家柴火。父亲一阵头疼，烧水前他就看见这院中堆着些板板整整的柴火，以为是2个孩子去山里捡来的，没想到又是原身让他们去偷的。要是周应怀还能当事儿，这女人能把2个孩子教成这样？这父亲虽然脸皮厚，但是偷东西这件事情那可不是小事儿啊。看着做错事站在一边瑟瑟发抖的兄妹俩，就是拿了点柴火嘛，我们也没有拿别的东西。周少宇嘟囔着，再说了，偷东西这件事情是大人，也就是父亲这个后娘指使的，大人指使的事情关小孩子什么事儿啊？这原身真不是人呐。可是吧，关上门来才能教育孩子，孩子的自尊心也是要得到维护的。意识到这一点的父亲捂着肚子哼哼起来。哎，我可没碰你，你少赖我啊！我娘说少了柴火，你们要么把用了的柴火还回来，要么我就去报官，让衙门好好查查你们还偷了什么东西。等人离开，父亲直起腰，把2个孩子喊来跟前。按照以前，那就是得挨打了，谁敢来呀？过来。你打吧。我不打你。我问你，我还让你们偷拿过谁家的东西？少宇眼底慌乱起来，他当真要去报官啊？说。少宇没说，倒是吓得玉丫头什么都说了。除了王氏和张婆子家，还有其他4户人家，除了那些柴火，那些东西啊，都进了他的肚子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突然，子不教父之过，也嫌我让你们偷鸡摸狗，是我的错，所以我不罚你们。你们俩给我好好听着，也好好看着做错了事的下场。原来偷人家东西真的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周家玉到底是小，哪里见过这阵仗啊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父亲放下棍子，拿去煮了吃。说罢，他踢开棍子，直接出了门。少宇愣愣地看着自己手里的红薯，眼睛都看直了。好大个呀，好大个呀！哥，他偷谁家红薯了？没偷，这是我用野菜跟人家换来的。这谁家会傻到用红薯换野菜呀？见他拿了砍刀又出去了。哥，他是不是要去杀人？别瞎说，他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呢，走路都得小心，杀什么人？玉丫头2只眼睛是不灵不灵的盯着那2块红薯。哥，我想吃。按照原身的记忆，父亲上了山，因挺着大肚子，顶多也只能去到半山腰，没本事再往上爬了。山里没人搞承包，砍些树杈做柴火也无妨，只是原身太懒散，现在身子又重，只3两下就累得不行了。眼看天色渐晚，父亲只能先拾着这几根树枝下去。半山腰还算平坦，下坡也不用费多大的劲，砍下来的树枝还能做拐杖撑一会儿。到了某一处，看见枝头上挂着几颗绿色的果子，走近了才看清楚，是青枣。刚准备下山，看见不远处有2个有些眼熟的小身影，父亲忙喊住他们。你们2个怎么过来了？2个孩子也没料到会在山上遇见他。你们2个怎么过来了？
两个孩子也没料到会在山上遇见他。哦，他也是来捡柴火的。少宇虽然瘦弱，但是常年干活，拿砍刀的力气还是有的。少宇已经把2捆柴火都背下了山，只留着1捆小的给付清。付清往前追了几步，没想到那小子跑得更快了。天色渐晚，付清怕山里有危险，喊着2个孩子下了山。回到村里，他带着2个孩子来到了张婆子家门前，将捡来的柴火全都还给了他家。虽然不如你家的柴火好，但也将就能烧火。我们就今天开了火，总共用了7根柴，今天还你家这些也算是清账了，真是对不住啊。话一出口，张婆子愣住了，2个孩子也愣住了。这还东西就还东西呗，他竟然还道歉了。这难道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哎呦，你病还没好呢，出来干什么？赶紧进去。秀芳看着自家男人拿进来的那些柴火，有些惊讶。啊，这真是周家那个媳妇儿还回来的？那他人也不坏嘛。他家男人冷哼2声。要不是我说要去报官，他能那么爽快的把柴火还回来？张婆子也跟着叹气。哎呀，你是没看见那2个孩子被他饿成什么样了，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，只套了一件不伦不类的。玉丫头更是可怜，连条裤子都没得穿。他把柴火都码上去，锁上大门。那还不是他家不会过日子，怨不得别人。回了家里，付清终于能歇口气了。他挺着个大肚子，真是干什么都不方便。想起周应怀躺了半天没人照顾，见他好好的活着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周应怀被原身丢在那小屋子里这么久都没死，他只是把人挪到大屋里啊，不至于就这么折腾死了吧？不仅饿呀，他还渴得很。肚子里的小家伙似乎是感觉到了娘亲的不适，又或者是他也饿了，胎动得厉害。没经历过谈恋爱结婚，直接一步做娘的父亲，刚才还在床上装死的周应怀转头看向他。这是要生了？周应怀的心狂跳起来。虽然吧，这女人不干人事儿，但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呀。我也饿了，扶着腰就这么走了。陈婆婆拿来的米也只够煮中午那一顿的，他们一个人吃了1碗，已经不剩什么了。早知道红薯就不该给2个孩子，留着明天想办法弄点米，还能再煮一锅红薯粥喝呢。父亲刚踏进灶房，就瞧见放在灶头上的半块红薯，确实就是那半块已经烤好的红薯啊，而且还是温热的。啊，是那2个孩子给他留下的。娘，这个给弟弟吃。哎，你跑什么？他是在害怕呀。父亲一阵愧疚。为什么是弟弟？娘说是弟弟，就是弟弟。去吧，一会儿我烧点水，你们洗洗就睡。这么晚了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去捡点柴火。哦，父亲这才想起来，家里真是1根柴火都没有了，要不这原身也不会让2个孩子去别人家里偷啊。你回来，一会儿除了我，谁来也不准开门，看见没有？什么情况啊？少宇傻了，这玉丫头也傻了。哥，他是不是在山里中邪了？不对，好像他今天早上起来就中邪了。少宇没说话，但还是听话地锁上了大门。这个时候没有路灯，只能靠着月色。好在月朗星稀，现在也不是下雨的季节，父亲不至于挺着大肚子摔倒。陈婆婆心善，
时常接济他们。如果他上门借点吃的，说得凄惨一些，态度再诚恳一些，陈婆婆应该会同意的。傅青才走了几步，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吓得汗毛竖起，转头一看，是个小嫂子。少玉娘，等等。傅青站在那里，等人走近了才认出来，这是张婆子嫁到邻村去的女儿秀芳。这里有3张饼，给你们家尝尝。今天我家吓着你了吧？这事儿啊，是他做的不对，我代他向你道个歉。但我娘年纪大了些，身子也不得劲儿，她一个人住在村里，我们儿女又不在跟前，上山砍柴实在是不容易，这才着急了些。那3张饼拿在手里还是热乎乎的，看样子是刚出锅的。虽然隔着油纸，但傅青已经闻见了饼香。他吞咽了一口口水，馋得连话都不会说了。季芳今天出来送饼，也是听张婆子说2个孩子可怜，虽然嫁出去了，但周家的事情还是听过不少，并不想跟傅青多纠缠，送了饼就走了。人还没走远呢，傅青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油纸，深深闻了口饼子的香味。是素的，有小麦香甜的味道。快步赶回家里，他把门关上，将怀里的素饼递给他们，1人1个。吃吧。2个孩子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他这出门一趟就揣了3张饼，而且还舍得分他们1人1个。他是真中邪了。灶房水壶里还有中午的白开水，你们就着喝点水吧。等明天天亮了，我再去捡柴火。之后就径直去了主屋。片刻后，吃，你就知道吃。吓得玉丫头想哭又不敢哭。这女人心这么狠，万一在上面撒耗子药了呢？哎呦，糟了，她刚才可是吃了好几口啊。别哭啊。屋里，傅青，想想，张婆子家的秀芳送了2张饼过来，你起来吃点儿。傅青抬眼看去，正好撞进了那双黑眸里，他心口一滞，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顿时弥漫上来，像是憎恶、嫌弃，又像是被怀疑审视，让他很不舒服。傅青直接把那块饼子送进嘴里，嚼了嚼，咽下去，之后才又掰了块新的，再次递到他嘴边。见屋里2个大人都吃了，少宇这才让玉丫头继续吃。没事，我看见他也吃了，要是死，大家一起死。周应怀真是饿了，以前是没得吃，饿也得忍着。在此之前，他甚至都忘记了饼子的味道。傅青这才大口大口地吃起饼子来，噎住了就喝水。虽然不管饱，但好歹是肚子里有点东西了。等他躺下后，又给他掖了掖被角。周应怀却像是看见什么稀奇事儿似的，盯着他看。傅青真是被他看得后背发毛，赶紧蹬离开了。周家日子这么穷，周应怀是个猎户。出事之前，家里的日子是村里最好过的。想着跟玉丫头挤挤，这2个孩子是挤在一张床上睡的。7岁男女不同席，明天我把屋子收拾出来，你们俩也得分开住了。玉丫头不明白，以为傅青要把他们兄妹分开，不让他们在一起，吓得小脸皱了起来。傅青真是见不得这孩儿哭。今晚就这么睡吧，明天再说。傅青关上门后，这才长长舒了口气呀。哎呀，救命啊！这个家他是1天都不想待了。趁着没人，傅青又进了趟空间。怎么说吧，他今天也算是做好事儿了，不知道功德能不能加一丢丢啊？哎呀，一丢丢就成，能换2块红薯就行。然而等他走近一看，功德0。傅青哭着从空间里出来，在院子里他站了好久，
犹豫再三后，再次推开了主屋的门。他脱了鞋子，爬上床后，直接爬到里面，合衣躺下。犹豫再三后，再次推开了主屋的门，爬上床后，合衣躺下。他故意没点灯，这样周应怀就不会看见他脸红害臊。只要他不尴尬，那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周应怀虽然瘫了，但警觉性还是有的。他下面动不了，但是今天吃了饭，手上有了力气。这女人敢乱来，他就敢把她推下去。刚这么想，身边女人的呼吸已经变得匀称，整个身体都是放松的状态。睡着了？这女人真是中了邪了。身边突然多了个人，周应怀这一夜几乎没怎么睡着。突然一声嘤咛，父亲翻了个身，竟然面朝他这边来，距离也凑近了些。怎么没了？与此同时，傅青惊醒过来。黑暗中，他不知道周应怀睡着了没有。万一他起床的动静惊醒了周应怀，反而尴尬。再说他不睡，就只能去外面吹冷风了。哎呀，干脆装死算了。这一夜，周应怀彻底无眠。隔天一早，傅青是被院子里的动静吵醒的。他睁开眼，看着陌生的床铺和屋子，这才想起自己已经穿越的事实。看见周应怀还在睡，他忙轻手轻脚的就跑了。其实他刚下床，周应怀已经睁开了眼，他眼中清明一片，哪有半点睡着过的感觉啊？只见玉丫头身上背着跟他一般大的背篓，少宇手里拿着砍刀，一副要上山的样子。你们上哪儿去啊？砍柴。你留在家里，我跟少宇去。玉丫头，我也要去。你连裤子都没有，去什么去？好好在家待着。玉丫头自懂事以来，一直都是跟着哥哥的，这会儿不让她去，她反倒是急了。那你在家照顾爹吧。少宇说了话，玉丫头才没有追过来。出了门，父亲多看了他一眼，没想到这小子还能现学现用呢。少宇虽然是个孩子，但脚程比他这个孕妇快太多了。他呢才走到山脚，少宇已经爬到半山腰了。等他到了半山腰，少宇已经砍了些树枝，正打着捆呢。我来，你再去砍一些，省得明天再跑一趟。少宇什么话都没说，又去远一些的地方砍了些干树枝来。父亲把柴火捆好之后，也跟着往里走了一段路。早上山里没几个人，到处都是虫鸣鸟叫，风景极好。山头上有什么？没什么，还是这些树。有没有果树？没有。下山的时候都还有2棵青枣树呢，这怎么这么大的山头，哪能一棵果树都没有啊？还是等肚子里的这个卸了货再说吧。少宇动作快，很快又砍了些树枝，又在地上捡了一些，这才一人一捆的下了山。走，跟我去地里看看，这是能吃的野菜，你帮着找找。野菜虽然没有昨晚的素饼好吃，但起码能填饱肚子啊。周应怀是猎户，米面粮油不是买的就是换的，根本用不着种田下地。后来还是村里人劝说后，他才花了些银子买了这2亩地，不过一直闲置，到后面更是直接荒废了，甚是可惜。父亲想找个时间一定要把这2亩地收拾收拾，种点小菜什么的。种菜基因觉醒，怎么能允许这么肥的地荒着呢？玉丫头一直在门口等着，听见他们回来才见父亲手里拿着菜，他懂事的接过来，直接拿去洗了。父亲这一上午累的是腰都直不起来了，
也就由着他去弄。少宇则是把柴火抱进了灶房里。玉丫头，来。陈婆子拿着个包袱站在门口，冲着玉丫头招招手。陈大娘，进来坐。玉丫头，过来。陈奶奶。等到稍微暖和些才放开。周家媳妇儿，你就算再不喜欢两个孩子，也不能这么对待他们呐。早上天这么冷，你怎么裤子都不让他们穿，还让他们洗东西？父亲眉心一跳，哎呀，好吗？自己上山下地的，人家都看不见，只看见了3岁孩子在洗菜，他呢，则是懒散地坐在那儿。刚要解释，陈婆子已经把包袱塞到了玉丫头手里。拿着，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给你们改的衣服裤子，你们拿去穿。你要是不准，我立马去告诉李正，说你虐待孩子。父亲连连摆手，他正愁着两个孩子穿衣的问题，陈婆子这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，他有什么不准的？没等开口，陈婆子已经轻轻把玉丫头往里头一推，临走前还不忘愤愤瞪了父亲一眼。他上哪儿说理去啊？就在这时，主屋里突然传来一声闷响，好像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。爹！吓得差点飙出脏话来。让少宇来。不用等长起来，稍微暖和些就行。还站这干什么？赶紧去！能感觉到他的脸都红到了耳根下。这个不用你洗，放着吧。你拎半桶回来就行了，太重的你提不了。少宇没吱声，拿着水桶走了。玉丫头想了想，也跟着出了门。水很快就温热起来，父亲倒了些温水，我给你擦擦。不碰怎么给你清理？我们是夫妻，你哪个地方我没见过？有什么好害羞的？你敢碰我，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你不想快点好起来吗？想快点好起来就听话点儿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3个孩子不能没有爹。做什么？一会儿看看能不能给你洗个头，不行的话，干脆剃掉吧。周应怀脸色一变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那就听我的话，洗头。周应怀看了眼他手里这把起锈的短刀，说道：本以为生活没了指望，可从昨天起，他好像又良心发现了，竟然照顾起人来。因为偷懒不干活，他肌肤比一般农妇都要细腻一些，他的长相嘛，在这10里8乡已经算是顶好的了。后来性子刻薄，连面相都变了。如今再看，又觉得她还是当初自己一眼就相中的温柔女人。没有。那你抖什么？没有就没有，干什么打人？看够了吗？等少宇拎了水回来，周应怀已经是干干净净的一张脸了。2个孩子站在门口傻愣愣的，好像已经认不出他爹了。半桶水还是太少了，父亲喊了少宇，再拿了个水桶，2个人来来回回跑了3趟。这会儿，周家这个媳妇儿竟然会干活了。以前周应怀家日子多好过呀，偏娶了这么个媳妇儿。听说昨天王氏跟张婆子都去他家闹了，张婆子家姑爷闹着要报官，吓得他半夜带着2个孩子上门求情呢。那还不是他自己造的孽？自己躲进侧房里，进入空间后，他忙看了眼自己的功德+5哦。昨天明明给2个孩子洗澡换衣，很容易就得到了10点功德，怎么今天干了这么多活，就只有5点功德？这算什么呀？已经过了新手保护期了吗？娘，水烧开了。片刻后，就见他红着眼睛从侧房里出来。完了，娘生气要打人了。玉丫头憋着劲儿，根本不敢再说话了。
一心想着这个废物空间的父亲根本没注意到小丫头，只提着水壶直接去了主屋。玉丫头魂儿都要吓飞了，她找到少羽，拉着她要赶过去。娘要烫死爹，就像过年时候刘爷家杀猪那样，提着刚烧开的水壶就过去了。到了主屋前，却见父亲给周应怀头朝外的躺着，半个脑袋几乎悬在那里，他心惊胆战。你要干什么？剪掉吧。你决定好了？嗯。你也进来，帮你爹擦头发。他端着盆出去，把脏水倒了后，直接进了灶房。玉丫头好奇地探出头去看。啊，娘刚才好温柔。少羽不满道：她哪里温柔了？可昨天她帮我们洗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今早给我梳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哼，都是装的。爹爹，她好像变了个人。是啊，她还真像是变了个人。灶房里，父亲正准备把野菜下锅，一眨眼自己已经身处空间里了。尚在奇怪时，却见展柜中多出了一样东西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4、5个土豆，旁边标注15功德换取。哇，他心中一喜，跑到牌匾下一看，功德数15。嘿，好家伙，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毫不犹豫，他换下土豆，眨眼之间，他又回到了灶房。他本想把土豆都做了，可想了想，又留下2个，到时候种在地里，几个月以后就也能收获了。做好饭后，2个孩子都以为他要端出去吃，没想到他竟然是送到主屋给周应怀吃。周应怀只看了一眼，顿时没了胃口。不饿。哎呀，怎么可能不饿呢？昨天晚上就吃了那半张饼，今天还不饿，要修仙呢啊！如果想如厕，你就喊我；觉得不好意思，那你就喊少羽。人总是要吃饭的，不吃饭你哪来的力气？父亲细心地剥了土豆皮，掰开小块送到他嘴边。家里那2亩地，我准备收拾收拾。今年秋收是赶不上了，不过可以种点小菜。灶房东面的屋顶坏了几片瓦，我可没本事上去修。过几个月到了雨季，下雨可就麻烦了。咱们家的大门也有点坏了，我弄不来那个，得你去修。我现在还能帮着做些活儿，等再过2个月，肚子里这个就要出来了。到时候我坐月子，家里没个帮衬的大人，光2个孩子能干些什么？周应怀听着他絮絮叨叨地说这些，一时竟有些出神。他脾性干脆直接，并不喜欢与人说太多话，或许就是这份孤独，让他想要找一个能跟他分享日常琐事的女人一起过日子。当年这个想法还被几个朋友一顿取笑，说世上没有哪个男人喜欢听这些。刚开始是觉得新鲜，可过一阵就会觉得厌烦了。他会厌烦吗？不知道，可他真的孤独太久了。不知道说到了哪儿，父亲看着他，认认真真的说道：周应怀，我是真心想过好日子。你要还是个男人，那你就赶紧好起来。这家总得要个男人，孩子总是要有爹的。我已经这样了，还怎么好？他推开父亲手里的东西，转过头，再不搭理他。父亲也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把吃的放在床边，自己掩门出去了。周应怀，我是真心想过好日子。可笑，谁不想过好日子啊？娘，给你。玉丫头站在灶房门口，手里举着父亲分给她的那块土豆。你怎么不吃？给弟弟吃。父亲去灶房看了才知道，2个孩子分着吃了一个，
野菜汤倒是一人喝了一碗，因为炒菜沾油了，以往原身都不准他们动，他们真的一口都没吃。他把2个孩子又喊进来，冷着脸把炒菜一人分了一半给他们，亲眼看着他们吃完，这才算了。而他则是就着野菜汤把土豆吃了。父亲愁啊，这2个孩子都养不起，马上又要生一个，这日子真是穷得叮当响啊。少宇，主屋里传来周应怀的声音，少宇连忙跑进去，片刻后又跑出来，告诉他，爹说村子外头不远处有条河，那条河里有鱼。父亲眼睛亮了起来，在哪里？远不远？一会儿你带我去，带我去。刚说完他又摇头，算了，我跟玉丫头去，你在家照顾你爹。玉儿太小，让少宇跟你去。他想着少宇是男孩，照顾他一个男人会更方便些，免得他再摔下床来。周应怀心知父亲不靠谱，更不敢让3岁的周佳玉靠近水边。出了村，走了将近1炷香的时间，2人才终于到了小河边。河水清澈，隐约能看见有鱼儿畅游。父亲是两眼放光，他真的馋肉馋得不行了。他正准备卷裤子下水，低头看见自己的大肚子，想想又作罢了。周家这么穷，他摔个早产还好，万一是个难产，他家连请大夫的钱都没有，到时候1尸2命，实在不划算。才这么想着，少宇不知从哪儿捡了个树枝，让父亲站在河水一端敲打惊吓鱼儿。才这么想着，少宇不知从哪儿捡了个树枝，让父亲站在河水一端敲打惊吓鱼儿。他呢，则是到另外一边围堵。有了，娘，有了！光是小的不顶事儿，看看能不能抓个大的。2人一番操作，还真网了条大鱼来。娘，看，我抓到了！喊过这一声，父亲愣住了，他也愣住了。自打父亲穿越过来，这小子是一声娘没喊过，见了他要么是战战兢兢的，要么就是冷着一张脸。现在这么高高兴兴的喊娘，还是第1回。别愣着了，水里凉，赶紧上来。哎呀，都这样了还管这鱼干什么？这孩子真能忍，换做其他孩子不知道我哭成什么样了。我怎么不记得家里有渔网？你活都不干，自然不知道家里有这个。少宇低着头没理他，父亲自讨没趣，便喊着他回家。来时他特地拿了个背篓，把鱼往里头一装，别人就看不见里面的东西了。回了家，玉丫头听说抓了条大鱼，高兴的直拍手。别喊，少宇，把大门关上。要是让村里人知道他们有鱼吃，像是王氏那样的，还不得追上门把鱼给抢走了。父亲则是放下背篓，先去看了眼周应怀。周应怀这会儿正好醒着，2个人对视了一眼，父亲莫名的心跳起来，忙移开目光。河里有河蟹，我准备明天去抓一些来，运气好的话再网些鱼，你也能补补身体。对了，少宇被河蟹夹伤了脚趾，这几天就不要让他跟着我了，让他留在家里照顾你。刚才还网了些小鱼，等一会儿大家都下地干活，村里人少一些的时候，我让玉丫头给陈婆婆送过去，我们留大的就行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周应怀听着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阵，没有丝毫的不耐烦。等父亲没得说了，他还问：你怎么不说了？不说了，你们男人又不爱听这个。父亲转身离开，又把玉儿叫了进来。有孩子陪伴，他的心情也能好一些。玉丫头走进去，愣愣地看着。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不认识爹爹了？爹爹刮了胡子，好看多了。周应怀笑起来，虽然只笑了一声，但他确实是笑了。此时少宇眼含热泪，他都忘了上次爹爹笑是什么时候了。
玉丫头还小，不记得多少事情，但她已经7岁了，清楚地记得爹爹受伤之前有多威风英武，是她眼里的英雄。可如今爹爹却成了村里人轻视取笑的对象，他这个儿子是最难受的。突然玉丫头爬上床榻来，爹爹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周应怀忙抬起那只枯瘦的手，小心地搂住他，害怕他掉下床去。玉儿真觉得爹能好起来？娘这么坏的人都能变好。娘这么坏的人都能变好，爹爹的身体也一定能好起来。父亲很快就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小把野菜。他站在主屋门前说道：咱家地里就没什么野菜了，你知道哪里野菜多吗？东面的山脚处应该有不少，你可以往那边找找。父亲点点头，把野菜洗干净后，又把那条鱼拿过来，收拾了一会儿，准备煮了吃。2个孩子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竟然会杀鱼。愣怔间，水缸的位置就在主屋侧对面，周应怀把这一切都尽收眼底。父亲进门3年，别说杀鱼了，就是鱼腥味都沾不了一点儿。现在看他手起刀落，动作是干净利索，哪还有当初矫情的样子啊？片刻后，灶房里突然呛了好多黑烟，见父亲拿着根燃着黑烟的柴火从里头跑出来，玉丫头吓得跑进主屋。爹，娘要烧房子！周应怀心里咯噔一下，下意识的要下床去，幸亏他这2天吃了些饭，有了点力气。玉丫头哭得更大声了。少宇站在院子里，害怕的不敢上前。这女人又要发疯了。只见父亲把手里的柴火一扔，再端起刚才洗鱼的脏水浇下去，烟子这才熄了。他被呛得连声咳嗽，咳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少宇，你来生火。少宇忙把目光从他那张被熏黑的脸上移开，这才发现灶房里的黑烟都散了。他噔噔噔地跑进去。听见玉丫头的哭声，父亲心下一沉，赶来主屋，看见半个身子已经掉下来的周应怀，还不得歇口气。周应怀枯瘦的手忽然抚上了他的脸，听见玉丫头的偷笑，父亲只觉得莫名其妙的。你脸上。周家连面妆镜都没有，父亲只能跑到水缸边一看，哇，自己整张脸都被熏黑了。他忙洗了把脸，顺便把脸上的燥热也一并洗了。我烧好了。少宇从里头走出来，手里还捡了些没干透的柴火。这些还得晒干了才能用，你先烧别的。父亲惭愧，这原身吧他是不干活，他呢是不会干活，根本想不到没晒干的柴火会有这么大的烟。回了灶房，他一边在锅里煮着熟米粥，一边把鱼冷水下锅。周家没什么调料，就只撒了点盐，清清淡淡，原汁原味的。等鱼汤做好，他又凉拌了一小盘野菜。2个孩子站在桌前，目光紧紧地盯着那一盆鱼汤。只见父亲端起那碗鱼汤，径直往外走。少宇咬咬牙，看，根本没有我俩的份。玉丫头委屈地抿着嘴，不敢哭。愣着干什么？少宇，你把粥和小菜都端过来，小心些。少宇一愣，追到门边，小心翼翼地问：端去哪儿啊？主屋，跟你爹一块吃。啥？2孩子一副见鬼的样子，跟爹一起吃啊？哥，娘刚才说什么？娘不是一直嫌弃爹臭，怎么现在又愿意跟他一起吃饭了？少宇咬咬牙，端起桌上的粥跟了上去。主屋里把鱼汤端过来后，周应怀看着这一切，皱起了眉。做什么？吃饭。玉丫头嘴边那是都舔了好几遍了，
这会儿愣是没敢动筷子，只这么傻愣愣地看着。不光是他，就连少宇也是一样的干看着。都愣着干什么？都愣着干什么？吃饭，为什么不吃鱼？看不上我做的鱼？啊，鱼肉好好吃！尝到鱼肉的鲜美后，竟有些舍不得咽下去了。从始至终，周应怀只是坐在那儿看，再见他冷脸凶孩子时，当即皱起了眉。只是下一刻，他就在父亲唇角看见了一抹笑意。他是故意的，故意吓两个孩子，让他们放心吃肉而已。我今天干了一天活，实在没力气喂你了，你自己拿着勺子慢慢吃。你经常躺在床上，总是要运动运动的，免得肌肉萎缩，以后再想动的时候就动不了了。他没有再絮絮叨叨，而是低头大口大口地吃起了饭，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饿了。周应怀看着眼前的饭菜，吞咽了一口口水。父亲实在看不下去，只能又拿起勺子喂了他2勺。虽然没什么调料，但是味道鲜美，算得上是这1年来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了。周应怀再次拿起勺子，尝试舀了1勺熟米粥，只喝了一些汤就说饱了。哎，吃鱼一定要小心，要是被卡住可就麻烦了。玉丫头连连点头，目光紧紧地盯着他手里的鱼肉。父亲看着那碗根本就没动过几筷子的鱼汤，冷下脸。今天必须吃完，吃不完不准走。还有你，我特地把饭端进来，是因为不想饿着我自己，也不想饿着你。鱼汤冷了就腥了，趁热吃完吧。说着，我不太想吃鱼，我喝点汤就行。父亲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一条鱼就这么大，好肉就这么2块，他不是原身，做不出不让孩子吃饭的事情，也不能把刺多的鱼尾扔给他们，只能自己吃。没想到周应怀还念着他啊，错了，应该说是念着他肚子里的孩子，倒也不是什么薄情寡义的男人。光喝粥太淡了。周应怀没抬头也没接话，只是唇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。吃完了饭，还是少宇洗的碗，父亲累得只想上床躺着。哦，对了，他这会儿才想起来，还没给2个孩子分房呢。跑到侧房一看，见玉丫头已经睡着，看着这张短被，父亲皱起眉来。先不说分房的事情，就说这些被褥总是要换的，家里的油跟盐都快没了，还有一些需要置办的东西也得添置。周家1个子儿都没有，上哪儿弄钱去？娘，爹叫你过去，他有事儿要交代。到了主屋，父亲还没开口，周应怀已经先说道：我之前在山上设了2个打猎的陷阱，能捕些野鸡野兔什么的。我刚才已经把位置告诉少宇了，但是光少宇一个人我不放心，你明天跟少宇一起上去，能互相有个照应。父亲面上一喜，随即又愁起来。看出父亲的担心，他又说道：只是在半山腰的位置，陷阱设的也不是很深，但是山里走动的人少，若是草木长得太盛了，你就不要进去了，在外头等着他就行。又交代了几句之后，将刚才让少宇拿过来的砍刀交到他的手上。在山里，若是遇到危险，这就是你保命的工具。这2天照顾得好一些，周应怀的嗓音没了沙哑，只是略显低沉，竟是意外的好听。他抓着父亲的手，把着砍刀比划了2下，告诉他若是有危险，该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。父亲僵硬的身体逐渐放松下来，细心地记下他教的招式。周应怀经验丰富，几乎把所有可能遇到凶险的情况都说了一遍。教了父亲以后，他又喊着少宇，指着父亲高高隆起的肚子说道：若是娘摔倒了，你第一时间得确定你们位置的安全，离村子近就先下来喊人，若是离得远，你就只能先护好你娘。这个时候山里免不了会有些毒蛇什么的，
要是遇上，你得看清楚是什么样的蛇。说了这么多话，周应怀已经很累了，喝下杯子里剩下的那一点点水，便要躺下休息。我重新给你倒一杯。不了，喝多了麻烦。傅青心口一滞，原身随手找来的人并不是治病的医生，给周应怀开的方子也只是普通的风寒方子而已，根本不对症。吃了2副药之后，原身说家里没钱，连药都不让周应怀吃了。这一拖足足拖了半年多，傅青气得不轻。这原身真该死！空间功德能换吃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换药材。刚起了这么个念头，一道白光晃眼后，傅青已经身处空间内。哎呀，难道是功德涨了？功德25，哇，25哎！突然他眼尖的看见展柜另外一层似乎多了几个字，他用袖子擦掉了上面那层灰，一字一句的读起来：金绒草有强健筋骨之效，服川主治风利水，小细命汤能补气活血通络，治疗瘫。傅青浑身一震，再用袖子使劲的擦了擦，认清楚瘫痪2字，他喜极而泣呀！原来他的空间真不是废物摆设，周应怀有救了。他欣喜一阵后，接着读下去：800功德换取。傅青傻眼了，他现在才25功德啊，换小半袋白面都不够，这800功德什么时候能攒够啊？哎呀！第2天，邵雨早早起来，把工具都准备好，只等着傅青出门。洗漱好，傅青喊着邵雨就这么走了。玉丫头才从屋里跑出来，想跟出去，又不太敢，最后只能跑进主屋里。爹，他们都走了。周应怀一脸清明，他本来睡得就浅，昨天晚上傅青又在他身边唉声叹气，翻来覆去，搅得他是一夜都没睡。他招招手，把小丫头喊到跟前来：月儿，来跟爹说说，你娘最近都发生过什么事情？母子2人到了半山腰，邵雨把砍刀递给他，自己则是拿着另外一把去前面开路。走到一半，邵雨停了下来：前面的路不好走了，你在这儿等我。傅青看了看前面，其实也没邵雨说的这么密。没事儿，你往前走，用砍刀把这些挡路的都顺开，我在后面跟着你，我在后面跟着你。母子2人又往前走了一段后，邵雨说什么都不让他走了。傅青累得够呛：哎，你去吧，我就在这等你，你小心些。邵雨去了好一阵儿还没回来，甚至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傅青着急起来，他握紧了手里的砍刀，刚准备往里去，身后不远处却突然响起了先是东西滚落的动静，吓得他立马转过身去。他想着周应怀教的招式，脑子里更是各种山林野兽从林子里窜出来的画面，他紧张又害怕，想着实在不行的话就先去空间里躲躲。哎呀，不成啊，他这躲进去了，邵雨怎么办呢？刚这么想着，那头林子的动静又响了起来，在荒山野岭实在是瘆人。傅青浑身汗毛竖起，顾不得其他，抓紧了砍刀就要跑。哎呀，救命！一声微弱的声音从林子里传了出来，傅青停下脚步，顿在了原地，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又仔细地听了2声，确定是有人在呼救，这才赶紧跑过去。只见林子里趴着一个人，但是看身形穿着是个女人。傅青不敢大意，用脚碰了碰那人：救我！救我！张大娘！果然在张婆子的右腿上发现2个对称的小孔，还真是被蛇咬了。张大娘，
你知道是什么蛇咬伤的你吗？张婆子现在已经是意识模糊，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，更是一问三不知。傅青只能按照昨天周应怀教的，就近找着能解毒的药。寻了一圈，他终于找来了2样药材，因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毒性的蛇咬的。在给张大娘把血挤出来后，才赶紧把这2种药材都给敷了上去。娘！少宇赶过来，瞧见的就是这么一副场面，吓得魂儿都要飞了。快去村里喊人来！少宇这才反应过来，忙下山去喊人。将近1炷香的功夫，才有人上了山。大家手忙脚乱的把张婆子背下山。少宇跑到傅青，大家手忙脚乱的把张婆子背下山。少宇跑到傅青身边，上上下下的看了他一眼，见他没什么事情，才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张婆子家女儿姑爷昨天就回去了，现在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先别管这么多，回村后赶紧去请个大夫来。大伙儿相约下了山，2人回到家里，玉丫头一脸高兴，到了傅青跟前又收敛了起来，乖巧的喊了一声娘。听见他们回来，周应怀问道：刚才少宇已经回来了，怎么又急匆匆的出去了？可是山里遇上了事情。没有，能有什么事情？傅青抚着有些发紧的肚子，心里一阵后怕。刚才确实是吓着他了，但肚子是下山时候才有些疼的，该不是要生了吧？傅青，那道略带低沉的声音在喊他，这是他穿越过来，周应怀第一次喊他的名字。周应怀第一次喊他的名字。他调整好呼吸，对上周应怀那双微沉的眸子。刚才听着他的声音就觉得不对，这会儿看他脸色苍白，周应怀又问了一遍：当真没事啊？傅青摇头，想了想又点点头。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想去找个大夫看看。卖兔子换银子，少宇，快去给你娘请大夫。傅青看着周应怀果断的发话，突然很想知道以前的周应怀该是多么的英姿飒爽。少宇眼尖，想起村里头的人去给张婆子请大夫，少宇忙跑去张婆子家，听说大夫已经走了，又跑去村口把大夫给拽了回来。大夫给傅青把了脉，说是本来月份就到了，近期又太过劳累，吃的又不好，还受了惊吓，所以有了早产的迹象。2个孩子都不懂，倒是起不来的周应怀在屋里提声说：大夫，我家孩子今天上山逮了只兔子，也能卖100文钱，麻烦大夫给我家媳妇抓些药。少宇懂事的把野兔拎到大夫跟前，小是小了点儿，但好歹也是个野味儿。成，一会儿你叫你家小子跟我去拿药吧。你月份大了马虎不得，最近就不要忙农活了，好好养一阵子。看着大夫把野兔拎走，傅青更难过了，以为能去镇上卖了，换点银子买点家里需要的东西，没想到一只野兔只换了2副药。等等，大夫，还请你也给我家相公爷看看。屋里的周应怀突然抬起了眸子，他居然舍得让自己看大夫啊！2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自己，又看着大肚子的傅青。大夫叹了一声气，又进去给周应怀把了脉。问了情况后，大夫摇摇头。唉，都这么久了，早治不好了。你家男人只能在床上躺一辈子了。大夫留下这么一句话就走了。周应怀坐在床榻上，低着头，半晌不说话。狗屁庸医，随便把一下脉象就说治不好了。他治不好，自然有别人来治好。800功德而已，我攒得出来的。此时站在院中的傅青回过神来，拿起地上的背篓，喊着玉丫头：丫头，走，我们去抓螃蟹。一想着那800功德，傅青是气得慌。你别去了，你在家歇着吧，一会儿等少宇回来让他去。娘，我可以自己去。
不成，你还没河水高呢。行了，别折腾了，万一再出事情，家里可请不起大夫。刚才平静无波的声音，现在全是无力感。父亲丧气地把背篓扔地上，去2个孩子的房里躺着去了。少宇拿了药回来，见妹妹在侧房门口探头探脑地看着，也跟了过来。怎么了？玉丫头指了指里头。娘睡我们屋里了，哥，那我们睡哪里？少宇没说话，拿着2包药进了灶房。玉丫头跟进来，见他愣愣地看着那2包药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片刻后，他才有了煎药的动作。等熬好后，才端着碗小心地来到了床边。娘，喝药。父亲背着身睡着了，少宇不敢多说，放下就赶紧离开了。想了想，又折进去，把那张小被子给父亲盖上。动作很小，但还是惊醒了父亲。他睁开眼，正好看见少宇惊慌失措撤回手的动作。少宇，原来你再去昨天的河里抓点鱼来。大小都成，要是有螃蟹也抓着回来，小心些，别再被夹伤了。少宇点头，转身刚要走，又听父亲叮嘱：玉丫头就别去了，她太小，怕出事儿。怎么了？药凉了，你快喝。丢下这话，少宇突然就跑了，真是莫名其妙啊。少宇一个人拿着背篓出了门，刚走到村口就被几个孩子拦下。其中一个体格粗壮的小子站出来，正是王氏的儿子虎子。啊，他喝药了吗？少宇不想搭理。不知道。你是不是没胆子啊？上回给你耗子药你就没敢下，这次也不敢吧？我娘可说了啊，你后娘这种人要是不好好收拾，以后有你们家遭罪的。等让他把孩子生出来，就更不会要你们了。到时候你跟你妹妹都不知道死哪儿去。你不准再说了。虎子脸一横，一把将少宇推在地上。村里大人都这么说的，他们还说你娘勾引人呢，是个贱货，还养出2个小贼。你胡说！旁边几个孩子还没反应过来时，少宇已经拳脚相加的把那小子打趴在地下了。几个孩子见平时这么好欺负的人突然发了疯，谁也不敢上前，只能跑回去喊大人。片刻后，周家的，你给我出来！平日里教孩子偷东西，现在还教打人。父亲才喝了药，隐约听见有人一路走一路骂，没想到人家竟然骂到家门口了。看看你家兔崽子干的好事儿，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，赔钱！今天要是不赔我钱，我跟你家没完！父亲出来一看，只见王氏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，旁边是他家哭哭啼啼的儿子。少宇脸上呢倒是没什么伤，父亲心里咯噔一下。王嫂子，这是怎么了？屋里，周应怀撑起身子，想要看看外头又在闹什么。他喊着玉丫头，可是外头太乱，周家玉根本就没有听见。只见王氏站在门口，隔着大半个院子，唾沫星子都快要喷在父亲脸上了。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？感情我妈这一路你都装聋子是不是？你耳朵聋了，眼睛也瞎了不成？你看不出来你家这个丧门星把我儿子打了？哎呦，都来看看呐，周家这个短命鬼打人了！刚喊了这么一嗓子，王氏嘴里突然被怼了个东西，他吓得赶紧躲开。待看清楚父亲手里拿着什么后，突然扶着墙干呕不止。玉丫头惊掉了下巴，那是他家粪瓢啊！小丫头转头就跑，奔进了主屋里。爹，娘把咱们家粪瓢杵进虎子娘嘴里了。周应怀强撑着想下床的动作一顿，微不可察地皱了下眉。